在中国古代浩瀚的历史长河中，有这样一位女子，她没有手握兵权，却用自己的婚姻改变了中原与草原的格局。她远离故土，踏上荒漠，走入一片陌生的天地，从此留下千古传说。后人称她为落雁，崇颂她的美貌，更敬她的勇气，记住她的牺牲。她就是王昭君。可是你可知道，昭君为何会主动请缨出塞？她走过的道路究竟是哪一条？她的选择又怎样在汉朝与匈奴之间掀起波澜？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这段跨越中原与漠北的传奇。汉宣帝继位后，匈奴南下侵略的次数减少了些，他们内部发生了混乱，几个匈奴王族不甘心受人管制，纷纷自立为单于。这一下，匈奴就出了5个单于，5个人为了王位争得你死我活。其中有一个呼韩邪单于，想用汉朝做靠山来打败其他单于，就亲自来到长安朝见汉宣帝。汉宣帝得知他的来意后，很高兴，不但让2个将军率领1万人跟随他回去，还赏赐了很多粮食。公元前49年，汉宣帝病死，汉元帝继位。呼韩邪单于打败了其他4位单于，成了匈奴的统治者，而且一直和汉朝保持着友好的关系。公元前33年，呼韩邪单于再次来到长安，明确表示想和汉朝和亲。和亲政策还是汉高祖时期一位名叫娄敬的大臣提出来的。当时的匈奴丝毫不把汉朝放在眼里，为了稳定两国之间的关系，汉朝不得不示弱。但汉高祖只有一个亲生女儿，吕后不愿意让她嫁到荒凉的北方去，于是汉高祖从皇宫里挑了一个女孩，封为公主，远嫁匈奴。这一次的情况则和以往不同，匈奴的势力大不如从前，汉朝明显的强盛起来。面对呼韩邪单于的求亲，汉元帝决定选一个宫女给他。汉元帝命人去宫里宣布匈奴求亲的消息，希望有人自愿前去。宫女们当然愿意去外面了，进入深宫有可能一辈子都出不去，即便是嫁给一个普普通通的百姓，也比永远待在宫里要好。可是当宫女们得知这次要去荒凉的北方，而且是嫁给匈奴人，每个人都默不作声，谁也不愿意离开家乡。汉元帝急了，要是找不到人选嫁给匈奴，不但汉朝丢了面子，呼韩邪单于的脸上也挂不住，搞不好两国之间的关系又会开始恶化。正在这个时候，有一个宫女自告奋勇要求去匈奴，汉元帝大喜，连忙命人把这个宫女带到面前。这个宫女名叫王强，也叫王昭君。她出生的时候，父亲年岁已经大了，对这个女儿家人十分疼爱，把她捧在手心里养着。随着王昭君慢慢长大，她美丽的容貌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叹，而且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人们一传十，十传百，连京城的人都知道有一个叫王昭君的女孩子，真的美若天仙，聪明贤惠。公元前36年，汉元帝下令全国选秀女，王昭君就在这个时候进宫的。不过她没有在进宫后就立刻得到皇帝的赏识。相传汉元帝是通过画像来观看秀女，很多秀女为了让画中的自己能漂亮一点，偷偷的塞给画师很多钱财。只有王昭君没有这么做，画师得了众人的贿赂，把每个人都美化了一番，在画王昭君的时候，则故意把她画丑，所以皇帝没有发现王昭君的美貌。王昭君并不后悔，如果匈奴不来求亲，也许她会安安静静的在皇宫里生活一辈子。当汉元帝在着急找不到去匈奴的人选时，王昭君已经打定了主意。他知道匈奴和亲对汉朝有着很重要的意义，如果没人肯去，那就自己去吧。汉元帝给王昭君准备了很多嫁妆，选了一个好日子，然后去通知呼韩邪单于，打算过几天就成亲。呼韩邪单于见到王昭君后，立刻被她的美貌吸引住了，又看看那么多的嫁妆，单于打心眼里对汉元帝充满了感激，发誓以后一定和汉朝永远交好。
没过几天，呼韩邪单于就带着新婚妻子王昭君启程回匈奴。一路上队伍浩浩荡荡，看着越来越远的长安，王昭君心里产生了一丝悲凉。关于王昭君的出塞路线，后世有两种主要说法。秦之道路线从长安经西安出发，经北地郡，经甘肃庆阳，上郡经陕西榆林，西河经内蒙古鄂尔多斯东胜，五原郡经内蒙古包头，再经临河县经内蒙古巴彦淖尔临河区，高阙经内蒙古乌拉特后旗，阴山最终抵达匈奴王庭。另一条路线是雁门道路线，从长安出发，经山西分灵渡，补返经山西永济、运城、临汾、太原、荆州，出雁门关、沙湖口，最终到达匈奴王庭。此路线串联山西商贸节点，补给便利，是汉匈贸易的重要通道。两条路线均指向匈奴王庭所在区域，经呼和浩特周边，但具体路线选择存在争议。根据婚俗规范，匈奴呼韩邪单于曾2次借助秦之道进入长安，迎亲需避开已用过的路线，因此雁门道成为更优选择。经过1年多长途跋涉，王昭君终于来到了漠北，匈奴人民早已盛情等候着他的到来。为了感谢王昭君为汉朝和匈奴做出的贡献，呼韩邪单于特别封他为宁胡焉支，意思是他给匈奴带来了安宁。昭君嫁入匈奴后，汉朝和匈奴的关系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，两国和睦相处，边境城镇贸易往来不断，一派和谐的景象。昭君和呼韩邪单于有一个儿子。呼韩邪单于去世后，按照匈奴风俗，昭君成了新单于的妻子，之后又生了2个女儿。昭君参与了匈奴的政治，在汉朝和匈奴之间调节关系，化解危机。汉元帝对他的家人也十分厚待，把他的兄弟接到长安，封以高官，甚至派他们出使匈奴与昭君团聚。昭君的2个女儿也曾被送到长安侍奉皇后。王昭君远嫁匈奴的故事自古流传不息，她放弃了安逸的宫廷生活，选择肩负起维护和平的使命。正因为她的牺牲，汉匈之间得以短暂的偃旗息鼓，边境百姓换来了片刻宁静，她的名字也因此被铭记千年。